印度甲鱼直接泛滥成灾了，数量甚至达到了500万只。阿三灵机一动，想把甲鱼全部出口到我国。然而，哪怕是再馋的吃货都表示，印度鳖可不敢吃。这究竟是为什么呢？都是甲鱼，难道中国的和印度的还有什么不一样吗？你别说，还真不一样。这里是万物灵，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从外观来看，印度的恒河河鳖个头可以达到1米左右，重量可以达到几十斤，而在中国的只有不到20公分，能长到20公分的都算庞然大物了。相比印度，中国的甲鱼就显得弱小无助。那么这种河鳖为什么能在恒河泛滥成灾呢？据说恒河里本来是没有河鳖的，直到1980年后期，印度将约25000只恒河鳖放入恒河，用于治理恒河水域。但印度人自己也想不到，这些河鳖繁殖能力超强，雌性恒河鳖一次产卵可达8到47枚，而且一只成年的河鳖一年可以繁殖3次。如今恒河里的老鳖已经达到了惊人的上百万只，而且恒河对印度人来说就是母亲河，当地人非常敬重，所以恒河里的物种他们都不敢杀，甚至还会随意投喂这些河里的物种，认为这是获取福报的方式。再加上印度河鳖具有强大的摄食能力和适应能力，这让他们在恒河水中过得相当潇洒自在。恒河鳖是典型的杂食性动物，鱼虾蟹及蛙类、飞鸟、腐肉等等都是它的口下之物，有什么就吃什么，来者不拒。若遇到恒河里的霸主食人鲶，只要缩进龟壳就能躲过，能吃能喝还能躲，这种情况能不顺利成长才奇怪呢。印度恒河里的甲鱼多达500万只，怎么就没人想着捞起来卖呢？其实印度政府也不是没想过这点，但是生活在恒河里的河鳖实在是让人无法下口。恒河是印度人的母亲河，人民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恒河。世卫组织曾经把恒河污染水平列入极端1级，可见是有多脏了。在恒河边上大约有4亿人口居住，这些人在恒河洗衣、沐浴、刷牙，还会将粪便、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恒河水域中。印度有一个大壶节，每隔6年举行一次，每次持续50天左右。这时候将会有数以百万计的信徒前往恒河沐浴净身，人身上的汗液、排泄物、污垢等都会集中在一起，那简直就是杀伤力爆表的一个存在。更不要说还会有大量的工业污废水排入恒河水中。据相关专家估算，每天被排入恒河的废水至少在150亿到200亿升之间。经过检测，有研究表明恒河水中大肠杆菌含量超标120倍，达到平均6万个，某些区段大肠杆菌含量达150万个，超标280倍。污染最严重的地方，每100毫升恒河水的大肠杆菌超过了10亿单位。更有报告指出，印度人80%疾病都与水传病有关，甚至因为当地文化的原因，有些印度人死了后，骨灰还会被撒在恒河里，表示与母亲河长眠共存的忠心。除了印度恒河水质问题以外，中国还表示对饲养这些甲鱼的过程很担忧。印度的农民普遍使用劣质饲料和化学添加剂来提高甲鱼的生长速度和质量，而这样的甲鱼，印度人自己都不敢吃，还想出口给中国。外面的美食这么多，中国人养鱼种菜一把好手，怎么可能对印度的甲鱼有心思？所以印度人想把甲鱼引进到我们国内，并从中大赚一笔的想法，基本上是美梦破灭了。印度恒河除了甲鱼泛滥以外，还有不少泛滥的物种，比如鲶鱼。印度不仅引入甲鱼，还曾引进鲶鱼进行规模养殖。然而由于他们管理不善，这些鲶鱼纷纷越狱，在恒河中泛滥成灾。它们与其他鱼类争夺生存空间，逐渐占据了恒河的主导地位。和甲鱼一样，鲶鱼也是对各种食物来者不拒，猪不吃的他们会抢着吃，一点都不挑食。而且它们也有着和甲鱼一样强大的繁殖能力，只要你在一个池塘里看到1条鲶鱼，那过不了多久，这个池塘就会被鲶鱼占满。据说印度的鲶鱼还变异了，个头要比我们平时看到的大的许多，而且它们捕猎河里的小生灵也很厉害，凭自己的大个子身子，再加上偷袭技术，就没有一条鱼可以难逃他们毒手。据说印度政府还曾经找了日本，想请求他们的帮助去解决这些泛滥的物种，但日本了解这种情况后，毫不犹豫拒绝了，并说只有中国可以搞得定。毕竟中国吃货实在是太厉害了，能够把泛滥物种小龙虾给吃到人工养殖的我们，还会怕什么外来物种吗？不过有一说一，
恒河养出来的生物，我们是真的怕了。不得不说，因为当地的文化导致物种多样性数量不平衡，也是一种有意思的现象。但我们也需要从印度身上学习教训，合理管理好每一种动物，切勿随意放养与随意从他国引来外来物种，不然倒霉的就是我们了。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欢迎点赞、评论、加关注。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